我救了一个疯女人，她被人当作母猪，肚里穿了3个孩子，管家劝我别脏了自己的手，我偏不听，甚至亲自照顾。直到清洗时，我发现她左臂有和我一模一样的凤凰胎记，未毁容的半张脸更是与我一模一样。管家老陈跌跌撞撞冲进客厅时，我正在刷手机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后院闯进来个疯女人。管家老陈脸色惨白，指着外面的手都在抖，不仅怀着孕，浑身更是脏到不行，也不知道是怎么闯进别墅区的。我皱了皱眉，带上王妈和4个保安，浩浩荡荡去了后院。远远的，我就看见角落里缩着一团黑影，那是一个人吗？他缩在花坛最阴暗的角落里，像一只被遗弃的烂布娃娃，头发像枯草一样纠结在一起，遮住了整张脸，瘦骨嶙峋的四肢露在外面，肚子却隆起一个巨大的弧度，像是被肚子里的孩子吸光了精气一般，不时发出呵呵的怪叫。老陈捂着鼻子，嫌恶的挥手，这也太恶心了。王妈捂着鼻子，干呕了一声。管家皱着眉，掏出手机，大小姐，这人看着精神不正常，还是报警吧，让警察把他插出去，别冲撞了您。2个保安立刻上前，橡胶棍刚要碰到他，那女人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，张牙舞爪的乱抓，不要动他。不知为何，看着他那双在乱发下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我心脏猛地抽痛了一下。一个人到底要经历什么样悲惨的经历，才会有这样绝望的眼神？我不顾老陈和保姆的阻拦，甚至推开了保安，独自走了过去。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别人一靠近就发疯的女人，在我的指尖触碰到她肩膀的一瞬间，竟然奇迹般的安静了下来。她浑浊的眼里流下2行泪，浑身剧烈颤抖，却不再攻击。我咬着牙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，带她去客房。王妈，放热水，拿医药箱来，今天谁也不许报警。管家急了，大小姐，这可不是过家家，万一这女人弄伤了你，我的事还用不着别人来给我下决定。我冷冷地扫了老陈一眼，老陈瑟缩了一下，不敢再说话。客房里暖气开得很足，当王妈剪开那个女人身上破烂不堪、已经和血肉粘连在一起的衣服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不是人的身体，那是一具被虐待过的躯壳，层层叠叠的伤疤，新伤握着旧伤，有些地方甚至还在流脓。她的脸更是可怕，左半边脸像是被什么烫伤过，皮肉翻卷，呈现出一种可怕的红色烧伤，右边脸则是青紫肿胀，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造孽啊，这得是受了多大的罪！王妈一边为她擦拭身体，一边抹眼泪。我强忍不适，走上前帮忙。当我握住她的手臂，准备给她清洗伤口时，我的动作猛地僵住了。在那满是污垢和伤疤的小臂内侧，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淡粉色的凤凰形状胎记，那胎记的位置、形状、颜色竟然和我左臂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如遭雷击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这胎记是霍家的遗传标记，只有直系血亲才会有，而且位置极其私密，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，更别说模仿。就在我愣神的功夫，那个一直闭着眼任人摆布的女人突然睁开了眼，她的眼神不再浑浊，而是透着一种急切和惊恐。她颤巍巍地抬起那只枯瘦如柴的手，在我光滑的手臂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几个字：不要靠近周安。那一夜我彻夜未眠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有和我一样的胎记？为什么会知道周安？周安是我的男友，虽然家境贫寒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寒门贵子，长得帅，人品好，更重要的是对我足够一心一意。当年得知我和他谈恋爱，我爸气得差点断了我的卡，是周安不眠不休工作了1个月，将一张存款10万的卡放在我爸桌上。叔叔，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宝珠，这10万对你来说不过是小钱，我只是想证明我会拼尽全力让宝珠幸福。我爸是个女儿奴，当时就被这份执着打动了。后来周安毕业进了霍氏集团，从基层做起，3个月就升到部门经理，半年后成了副总裁。他总在酒桌上替我爸挡酒，喝到胃出血也不吭声。我生病时，他能守在床边3天3夜不合眼，握着我的手说：宝珠，就算你什么都不会，我也会养你一辈子。甚至连订婚宴的请柬都是他一封一封写的。我心里暗骂自己，怎么会为了个疯女人怀疑周安呢？第2天清晨，我顶着黑眼圈到了酒店，不知半个月后的订婚宴。酒店宴会厅里，工人们正忙着挂水晶灯、摆鲜花，我心不在焉地指挥着，脑子里全是疯女人浑浊的眼。宝珠，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沉落的清冽。周安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，西装革履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眼里是温柔的笑意。他张开双臂，从背后抱住我，我浑身一僵，像被烫到一样，猛地挣脱，踉跄着退后2步，撞翻了旁边的花架，玻璃花瓶碎了一地，水溅在周安的皮鞋上。周安愣住了，手还悬在半空，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。宝珠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我勉强挤出一个笑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紧张。周安皱了皱眉，上前一步想拉我的手。宝珠，你今天真的很不对劲。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就在我开口想解释一下的时候，旁边端着开水的服务员不知被谁绊了一下，整壶滚烫的开水直直泼向我们。开水泼在我和周安之间的地板上，白烟瞬间腾起。如果我刚才没躲，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黏着他，这壶开水会泼在我脸上。周安的裤脚被溅湿了一点，他脸色骤变，一把拉过我。宝珠，有没有烫到？我看着地上的水渍，后怕得浑身发抖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我挣脱他的手，声音发抖。不等他回应，我转身就跑，我像逃命一样冲回别墅，连气都没喘匀，直接撞开了疯女人的房门。王妈正在擦桌子，被我吓了一跳。我挥挥手让她出去，然后扑到床边。
疯女人正靠在床头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她脸上，那些可怕的烫伤竟然消失了。虽然眼角还有细纹，皮肤有些松弛，但那张脸几乎和我一模一样。我死死盯着那张脸，呼吸都要停滞了。像，太像了。如果不是她眼角那几道深刻的鱼尾纹，如果不是她眼神里那种历经沧桑后的死寂，我几乎以为自己在照一面破碎的镜子。我颤抖着伸出手，想要去触碰她的脸，却又在半空中停住，指尖冰凉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你会有和我一样的脸？还有胎记？你也是霍家的人吗？女人看着我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。她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发出啊啊的嘶哑气音，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，难听至极。她急切地四处张望，看到床头柜上的纸笔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颤巍巍地抓过笔。因为手抖得太厉害，笔尖在纸上划出好几道歪斜的线条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一笔一画极其用力地写下了3个字。那3个字歪歪扭扭，却像是3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心口。霍明珠，那是我的名字，是我刚出生时爷爷找大师算过，说是掌上明珠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只在户口本和极其私密的场合出现，连周安都只知道我叫宝珠，不知道我的大名叫霍明珠。我手里的包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整个人踉跄着后退，撞到了身后的衣柜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女人扔下笔，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。她指着自己的脸，又指着我的脸，然后疯狂地摇头，眼泪甩得到处都是。她抓起笔，又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一行字，因为太急，笔尖甚至戳破了纸张。我是10年后的你，别信周安，他会杀了爸爸，他会卖了你。看着这行血淋淋的字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10年后的我看着他，视线慢慢下移，落在他的脖子上，那里有一圈深深的紫黑色的勒痕，像是曾经被什么东西紧紧勒住过，差点断了气。再往下，他的衣领微微敞开，露出锁骨下方一大片狰狞的烫伤疤痕。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他惨笑一声，指了指自己的嘴，张开给我看。他的舌头只剩下半截，切口处参差不齐，像是被人硬生生剪断的。他拔了我的舌头，因为我骂他。他在纸上写着自己因为激动而变得潦草狂乱。周安不是好人，他是个魔鬼，这一切都是他和许瑶的阴谋。不，周安对我很好，他还要娶我，他说要养我一辈子。爸爸也很喜欢他，还要把公司交给他。听到爸爸2个字，疯女人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度痛苦。她猛地抓住我的裤腿，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。霍振邦死了，就在你和周安订婚后的1个月。他写得太用力，笔尖断了。周安在爸爸的车上动了手脚，刹车失灵，车子冲下了跨海大桥，连人带车炸成了碎片。警察说是意外，其实是周安花钱找人干的。我的心脏猛地收缩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捏住。你说什么？爸爸会死啊！不仅如此，他换了一支笔，继续写，速度快得几乎有残影。爸爸死后，周安继承了霍氏集团，带着青梅许瑶住进了我们的家。这一行字带着无尽的恨意和屈辱。我发现了，前去质问，结果周安说，既然我不想做霍太太了，那就去做点更有价值的事。他把我卖进了深山，3000块钱。我想逃，被抓回来就打断腿。我想死，他们就给我灌农药洗胃。为了防止我乱说话，周安特意嘱咐过要拔掉我的舌头。许瑶还来看过我1次。他写到这里，眼泪汩汩流下，根本控制不住。他穿着名牌大衣，戴着钻石项链，站在猪圈外面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姐姐，周安哥哥说了，只要你活着受罪，他就开心。你就好好在这儿当母猪吧。”我捂着嘴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几乎要吐出来。这太残忍了，这比任何恐怖片都要残忍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竟然是那个对我温柔小意、发誓要爱我一生的周安，还有我视若闺蜜的许瑶。我在那里过了10年。他继续写，像牲口一样过了10年。我靠着恨活下来。我每天在心里念着周安的名字，念着许瑶的名字，发誓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不会让2个白眼狼活那么好。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。那天我在山上砍柴，脚底一滑，摔下了悬崖。再睁眼，我就回到了10年前，遇到了你。写完最后一笔，他扔下笔，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，倒在床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，像是在倒数我的生命。我看着她，看着这个和我有着一样面孔，却被岁月和苦难摧残得不成人样的女人。她是我，如果我不改变，10年后我就会变成这副鬼样子。爸爸会死，霍家会易主，我会被卖进深山，像猪狗一样活着。不，绝不！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和怒火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刺痛感让我保持清醒。周安，许瑶，我咬着牙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既然老天让你回来，让我知道这一切，我就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疯女人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欣慰。她艰难地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，就像小时候妈妈摸我一样。宝珠，别怕。她在纸上继续写。现在的周安还在伪装，他还没拿到霍家的核心权力，爸爸还活着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重重的点头，擦干眼泪，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锋利。过去的我
你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游戏规则改了，猎人是我，他们是猎物。疯女人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解脱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历史一旦改变，我就会消失。这个时空不需要2个货宝珠。我心里一紧，抓住他的手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他指了指窗外的阳光。宝珠，记住，周安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你的善良和爱。从现在起，收起你的眼泪，收起你的软弱。你要比他更狠，比他更毒。我走了，最后提醒你一件事。他在纸上匆匆写下最后一行字。周安的副总裁职位是用出卖公司机密换来的。他在和对家公司宏图接触，查他的电脑，查他的邮件。写完这行字，他的身影彻底化作点点星光，消散在空气中。房间里只剩下一张写满字的纸和一股淡淡的像是烧焦了的味道。我站在原地，久久没有动。王妈在外面敲门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您在里面吗？该吃午饭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折好，藏进贴身的口袋里。然后我走到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那个年轻、娇憨、眼神清澈的霍宝珠。我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个完美的、甜蜜的笑容，只是眼底再无一丝笑意。来吧，周安，既然你想演戏，那我就陪你演到剧中。我整理好情绪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备车，我要去公司。既然要查周安，就要从源头查起。霍氏集团的核心服务器，只有我和爸爸有最高权限。到了公司，我直接乘坐专属电梯上了顶楼。总裁办公室里，爸爸霍振邦正在看文件，看到我进来，满脸慈爱。宝珠，怎么这时候来了？不是去布置订婚宴了吗？看着爸爸活生生的样子，我的眼眶一热，差点掉下泪来。根本不能想象未来没有他。爸！我扑过去，紧紧抱住爸爸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受委屈了？是不是周安那小子欺负你了？爸爸放下文件，拍着我的背，语气里满是宠溺和威胁。要是他敢欺负你，爸爸这就去打断他的腿。没有，就是想您了。我把眼泪憋回去，抬起头撒娇道：爸，我想进公司学习，我想帮您分担一点。哈哈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们的小公主终于长大了。爸爸大笑，随即欣慰地点头。好，爸爸早就想让你进公司了，是你自己贪玩。这样，你先去财务部当副经理，熟悉熟悉业务。爸，我不去财务部，我要去信息安全部。信息安全部？去那儿干什么？全是一帮大老爷们，又枯燥又累。哎呀，爸，我就想去嘛。我听说最近公司有商业间谍，我想去学学怎么抓坏人。爸爸拗不过我，只好答应。行行行，依你。不过说好了，要是觉得累，不许哭鼻子。谢谢爸，爸你最好啦。离开爸爸的办公室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我径直去了信息安全部，调出了周安作为副总裁的所有操作日志和邮件记录。作为霍家大小姐，又有爸爸的授权，没人敢拦我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。果然，在已删除邮件的恢复数据里，我发现了几封关键邮件。发件人是周安的私人邮箱，收件人是宏图集团的副总。邮件内容触目惊心。或是下季度的新产品方案已到手，老规矩，100万打到瑞士账户。关于城南那块地的底价，我会在董事会上提出放弃竞标，你们可以低价拿下。事成之后，我要宏图5%的股份。霍振邦那个老东西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在他的日常保健品里加了点料，不出3个月他就会心脏衰竭。到时候霍宝珠那个蠢女人还不是任我摆布？看着这一行行字，我的指甲深深掐进肉里。周安，原来这么早就开始下手了。我强忍着把电脑砸了的冲动，将这些邮件全部拷贝到了加密 U 盘里。然后我删掉了访问记录，若无其事地走出了信息安全部。刚回到大厅，就看到周安和许瑶正站在前台。周安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阿玛尼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捧着一束我最爱的粉玫瑰。许瑶站在他身边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清纯无辜，只是看向我的眼神里藏着一丝嫉妒和阴毒。看到我出来，周安立刻迎了上来，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温柔笑容。宝珠，你怎么来公司了？不是去酒店了吗？我听许瑶说你在酒店突然跑了，吓了我一跳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他自然地伸出手想要拦我的腰，我身体本能的一僵，想要躲开。但下一秒，我想起了疯女人的话，要笑着对她，心里拿着刀。我硬生生止住了躲闪的冲动，甚至主动往她怀里靠了靠，脸上挤出一个娇羞的笑容。哎呀，人家突然想起有东西落在家里了吗？手机静音了，没听见。安哥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周安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主动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容更深了，眼底闪过一丝得意。怎么会怪你呢？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这花送给你，喜欢吗？我接过花，闻了一下，笑得灿烂。喜欢，只要是安哥哥送的，我都喜欢。旁边的许瑶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手指紧紧绞着衣角。周安哥哥，既然宝珠姐姐来了，那我们是不是该去吃饭了？我都定好位置了。许瑶插话进来，声音甜甜的，却带着一股酸味。对，看我这记性。宝珠，饿了吧？我们去吃你最爱的日料。好呀，不过……我故意挑衅的看了一眼许瑶。安哥哥，
我想吃你包的虾，以前都是你包给我吃的。周安的笑容僵了一瞬，但很快恢复自然。好，我给你包。许瑶的脸都要绿了。吃完饭，周安提议去看电影。要是以前，我肯定欢呼雀跃，但现在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，我只觉得每一秒都是煎熬。但我还是答应了。电影院里灯光昏暗，周安选了个情侣座，中间没有扶手。电影开场没多久，他的手就不老实地伸了过来，想要牵我的手，甚至还想搂我的腰。我借口去洗手间躲了20分钟，回来的时候电影已经放了一半。刚坐下，周安就凑过来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宝珠，我们的婚事，爸爸那边怎么说？”我心里冷笑，原来这才是他的目的。爸爸说还要再考察考察你。安哥哥，你也知道，爸爸就我这一个女儿，他舍不得我。周安的眼神暗了暗，但还是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。应该的，我会努力证明自己的。就在这时，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惊悚的画面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我啊的一声尖叫，顺势扑进周安怀里，把脸埋在他胸口，遮住了我眼底的冷光。周安身体一僵，随后放松下来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：“别怕，别怕，假的，都是特效。”我在他怀里瑟瑟发抖，手却悄悄伸进他的西装内袋，摸到了一个小小的坚硬的东西，是他备用手机。疯女人说过，周安有2个手机，常用的那个是干净的，另一个才是用来联系许瑶和对家公司的。我的手指灵巧地勾住手机边缘，借着黑暗和他的注意力在电影上，悄无声息地将手机滑进了我的袖口，动作行云流水。这是我以前为了给他准备惊喜特意去学的魔术手法，没想到用在了这里。得手后，我立刻从他怀里退出来，揉了揉眼睛，好吓人啊！我不想看了。那我们走。我想回家啦。安哥哥，你送我吧。周安虽然有些遗憾没能继续亲热，但也没勉强，送我到别墅门口，他并没有要进来的意思。宝珠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我来接你去试婚纱。好的，安哥哥，晚安。看着他的车远去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我飞快地跑回房间，反锁房门，拉上窗帘。我拿出那个偷来的手机，需要密码。我试了周安的生日，不对；试了我的生日，不对；试了许瑶的生日，还是不对。我突然想起疯女人写的那句话，为了谋取我家的财产、钱，我鬼使神差地输入了霍氏集团上市的日子，加上他自己的幸运数字。屏幕亮了，解开了。我来不及多想，立刻打开微信和短信。置顶的聊天对象赫然是瑶瑶宝贝。我点开聊天记录，越看越心寒，越看越愤怒。聊天记录里充满了对我的嘲讽和算计。那个蠢女人今天居然主动投怀送抱，看来还是离不开我。周安哥哥，你什么时候甩了他呀？人家都等不及了，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恶心。快了，等老东西一死，我就制造一场意外，把他也处理掉，到时候霍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那霍宝珠的脸真的要毁了吗？好可惜啊，毕竟是大美女。哼，谁让她以前总是高高在上，我要把她进深山当农妇，看她还怎么骄傲。周安哥哥，你好坏哦，不过我喜欢。对了，明天的试婚纱我都安排好了。什么安排？我在婚纱里藏了过敏粉，只要她穿上，全身就会红肿溃烂，变成丑八怪，到时候看她还怎么见人。看着这些聊天记录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，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。好啊，原来明天的试婚纱还有这一出等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截图保存发到我的云端备份，然后我把手机恢复原样，放回口袋。周安、许瑶，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明媚，周安的车准时停在别墅门口。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燕尾服，像个王子一样优雅。看到我出来，他眼前一亮，迎上来想要吻我的手背。我忍着恶心，让他吻了一下，然后娇笑道：“安哥哥，今天的婚纱是哪一款呀？我好期待。”是你最喜欢的品牌，我特意让人从巴黎空运过来的。安哥哥，你真好。到了婚纱店，许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她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阴狠，但很快又换上一副甜美的笑容。婚纱特别合适你，快去试试。我拿着婚纱进了试衣间，这是一件抹胸的大拖尾婚纱，上面镶嵌着无数碎钻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确实很美。可惜里面藏着毒。我假装要换衣服，把婚纱翻过来检查，在衬里的接缝处，我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白色粉末。我用手指沾了一点，放在鼻尖闻了闻，是强效过敏剂，混合了某种腐蚀性化学物质，一旦接触皮肤，轻则红肿溃烂，重则毁容。好狠毒的心肠！我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小心翼翼地将粉末冲洗掉，然后用吹风机吹干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换上了婚纱，走出试衣间的那一刻，周安和许瑶都看呆了。周安眼里闪过惊艳和贪婪，而许瑶眼里则是嫉妒和期待。哇，姐姐真漂亮，快过来让周安哥哥看看。我提着裙摆，缓缓走到镜子前。就在这时，许瑶突然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手里的一杯奶茶直直地朝我泼过来。奶茶里加了冰块和色素，要是泼在婚纱上，这件几百万的婚纱就毁了，我也会狼狈不堪。但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。在他动作的一瞬间，我侧身一闪，同时脚下轻轻一勾。许瑶原本是假装摔倒，被我这一勾变成了真摔。啊！许瑶惨叫一声，整个人扑倒在地，那杯奶茶全泼在了他自己脸上，滚烫的奶茶泼了一脸，许瑶瞬间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啊，好烫！我的脸！店里乱成一团，周安脸色一变，想要过来扶我，却被许瑶缠住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样？周安哥哥，好痛！我的脸是不是毁了？呜！我站在一旁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幕。
哎呀，瑶瑶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这奶茶可是刚买的。周安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。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但又说不上来。宝珠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呀，多亏许小姐这一摔，不然这奶茶就要泼我婚纱上了。这婚纱可是安哥哥送我的，要是脏了，我会心疼死的。我说着，还故意摸了摸婚纱，一脸庆幸。周安的嘴角抽了抽，只能先去安抚许瑶。许瑶的脸被烫红了一大片，起了好几个水泡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她一边哭一边恨恨地瞪着我，那眼神像是要吃了我。我假装没看见，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美貌。许瑶，这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才是正餐。试婚纱的闹剧结束后，我坚持要周安送许瑶去医院。安哥哥，你带瑶瑶去吧，我自己打车回家就行。反正我也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这怎么行？你是未婚妻，我怎么能丢下你？哎呀，瑶瑶的脸要是留疤就不好了，她可是为了我才受伤的，你要负责到底哦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周安只好带着许瑶走了。看着他们的车远去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我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。喂，是私家侦探社吗？我要你们帮我盯着2个人。挂断电话，我又打给了爸爸的助理。李助理，我是宝珠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城南那块地的竞标底价，还有把这一季度所有和宏图集团有关的合作文件都拿给我。另外，帮我约一下宏图集团的老总，就说我有笔生意要和他谈。安排好这一切，我回到家换了一身干练的职业装，直奔霍氏集团。这一次我没有去信息安全部，而是直接去了会议室。因为还有半小时就是每周一次的高层例会，会议室里各部门经理已经到齐了。爸爸坐在主位，周安坐在他右手边，低头看着文件，却有些魂不守舍，似乎还在为许瑶的事分心。看到我进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霍家大小姐从来不参与公司事务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宝珠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各位叔叔伯伯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走到爸爸身边，并没有撒娇，而是拿出一个 U 盘插进了投影仪。周安看到 U 盘，脸色微微一变。宝珠，这是公司高层会议，别胡闹。周副总，请你闭嘴。现在是霍总在说话。我冷冷地打断他，语气里的含义让周安愣了一下。大屏幕上出现了周安和宏图集团的邮件往来，还有他那个备用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截图。全场哗然，周安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猛地站起来。这是伪造的，霍宝珠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是不是伪造的？让技术部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我看向爸爸。爸，信息安全部的王经理是您的老部下了，他最公正，让他来鉴定，怎么样？我爸的脸色已经沉得能滴出水来，他看着屏幕上的内容，手都在抖。王经理。王经理立刻上前操作了一番，脸色凝重地抬头。霍总，这些邮件和截图都是真的，没有 P 图痕迹。周安瘫软在椅子上，完了，但我还没打算放过他。还有呢，爸，您最近是不是觉得心慌、气短、失眠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有人在您的保健品里下了慢性毒药。我拿出一份检测报告，这是我昨天连夜找人做的。爸爸看着报告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拿起桌上的茶杯就砸向周安。茶杯砸在周安额头上，鲜血直流。畜生，我待你不薄啊！你竟然想害死我！周安顾不上擦血，爬起来跪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叔叔，霍总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是宏图集团逼我的，我也是没办法啊。宝珠，宝珠，你帮我求求情，我是爱你的。他又想用爱情来绑架我，我看着他这副卑微的样子，只觉得可笑。来人！我一声令下，早就安排好的保安冲了进来。把这个商业间谍、杀人未遂的罪犯给我拿下，报警！不，霍宝珠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我们很快要结婚了。保安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了出去。会议室里一片死寂。爸爸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宝珠，你长大了。爸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但您放心，从今天起，霍家由我来守护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和视频。照片上，许瑶正在医院里，并没有看医生，而是在打电话。视频里，他一脸狰狞地对着电话那头说：“周安那个废物被发现了，没关系，启动 B 计划。我手里还有霍宝珠的私密照，是以前偷拍的，我现在就发给媒体，毁了他的名声。我看他还怎么做人。”我看着视频，冷笑一声。B 计划，可惜你没机会了。爸，许瑶也是同谋，他现在在中心医院，麻烦您让李助理带人去把他控制住，别让他跑了。还有，他手机里有我的黑料，记得把他手机扣下来。好，不愧是我霍振邦的女儿。李助理，去办。半小时后，警笛声在霍氏集团楼下响起。
周安和许瑶被戴上手铐，押上了车。周安还在大喊冤枉，许瑶则在尖叫咒骂。我和爸爸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这一幕。宝珠，接下来公司怎么办？周安虽然被抓了，但他泄露的机密……爸，您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了宏图集团的对手，用更低的价格把城南那块地抢回来了。至于泄露的机密，我已经让技术部更改了核心算法，他们拿到的只是一堆废数据。真的？爸爸惊讶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骄傲。当然，这还要多亏了一位高人指点。我想起了那个消失的疯女人，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谢谢。好，宝珠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霍氏集团的执行总裁，爸爸给你当顾问。谢谢爸。5年后，霍氏集团顶层，秘书领进来一个穿洗白校服的女孩，眼神明亮坚毅。她是基金资助的第1000的女孩，叫小雅。我看着她，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我轻轻整理她的衣领，就像当年老霍对我那样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。去吧，去飞翔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女孩重重点头，大步走向阳光。我转身拿起电话，喂，把今年保住女孩教育基金的预算再翻1倍。我要让全世界的女孩都知道，不做衣服的藤，要做参天的树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我奔赴下一场春明锦和。